在2019年国际乒联总决赛中，水谷隼以2-4输给了卡尔戴拉诺，这也标志着水谷隼和丹羽孝希关于奥运男单名额的竞争正式结束。2020年1月，丹羽孝希以9420的积分超过前辈水谷隼的9045分。根据日本乒协规定，丹羽成为了日本继张本智和外第2位获得东京奥运门票的男选手。有网友评论丹羽是人在家中坐，票从天上来，毕竟这次的总决赛他并没有资格参加。提及丹羽孝希，有蛮多人觉得他是佛系打球，不在意输赢，真的是这样吗？不如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少年，一睹究竟吧。2010年在第1届青奥会上，丹羽战胜了来自中华台北的洪子祥，获得金牌。对了，这届的铜牌获得者正是如今活跃在乒坛的一流选手西蒙高兹。感觉没胡子的高兹好像要更帅些啊。如果高兹、丹羽、许昕3个人组成一个队打团体的话，估计得把对手揍出阴影。2011年世锦赛上，丹羽以4-2战胜林高远，获得了冠军。2014年，在俄罗斯公开赛上，丹羽战胜金戈霍尔，收获了他第1个巡回赛单打冠军。可以说，年少成名这个词放在丹羽身上是很合适的。在95年的世界大赛里，丹羽都还获得了不错的成绩。16年的奥运会进入了8强。17年和19年世乒赛都进入了8强，这个成绩也是日本很多年来男子世乒赛中最好的名次了。而他这些比赛最后遇到的都是中国队员，分别是睡醒了的季科、胖虎般的小胖，还有普拉斯版胖虎大胖。如果没有碰上中国队员，丹羽是有很大可能获得奖牌的。丹羽对中国主力选手也是有战胜记录的。在2012年的奥运预选赛上，他4-2战胜马龙，成为亚洲区第1个获得伦敦奥运资格的选手。在2015年的亚洲杯和2017年的亚锦赛上，他都以3-1战胜了许昕。他在双打方面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早些年的国际赛场，他和松平健太搭档较多，而他们2个人在一起时简直秀到飞起。这场比赛是2012年的波兰公开赛，他们在比赛中战胜王皓和周雨，获得了首个巡回赛男双冠军。后来2人还在2015年世乒赛上收获了双打铜牌。提及冬奥，他在之前电视台采访中说过，想参加在自己家乡举办的奥运会。而日本乒协规定，2020年1月世界排名前2位的选手将会获得单打资格。张本智和的排名从2018年12月份开始，一直在世界前5的队列中，所以其中1个名额必然是他的。16岁的少年已将2位前辈甩在身后一大截了。话说水谷老师，你还记得当年立下的 flag 吗？而从日本男线剩下队员的排名来看，还有1个名额大概率就在丹羽和水谷之间产生了。2019年伊始，丹羽就和水谷围绕积分展开了较量。第1场国际赛事为卡塔尔公开赛，而整个3月也就这1场国际赛事。丹羽以3-4负于弗朗西斯卡，止步第1轮。在4月5日举办的亚洲杯中，丹羽在半决赛输给马龙后，与张本智和争夺铜牌，最终以4-3取得了对张本的首次胜利。丹羽赛后坦言，曾以为一辈子都赢不了张本选手，这次获得胜利有了自信。虽然张本这次比赛手指受了伤，但是不可否认丹羽的实力。我想替丹羽说一声，大家都是神童知道，拼啥也不能赢你。2年一度的世乒赛单项赛事在4月21日开赛，随着比赛的进行，丹羽接连战胜阿吉雷、金克霍尔、雅库布、普卡尔，闯入8强。作为日本男线中唯一进入8强的选手，丹羽也承载着日本男乒40年的奖牌梦。自小野诚之后，日本男队再也无人染指世乒赛奖牌。比赛中，
丹羽在1比3落后的情况下，连追2局将比分扳平，但最终还是负于郎金坤。丹羽采访中说道，最后一局太想为日本队赢得时隔40年的奖牌，心里一下乱了。如果那时能像1比3落后时专注比赛本身就好了。从绝对实力来说，丹羽确实不如大胖，但不确定性也是竞技体育的魅力之一。而丹羽已经追到3平了，决胜局也是有机会取胜的。在日本的男线选手中，丹羽的光芒往往被时光王水谷和快速崛起的张本所掩盖，但这次比赛他成为了主角。丹羽后来回忆说，我原来喜欢不怎么受人关注，安安静静的打球，但是今天背负着大家的信念打球也很开心。他也补充道，接下来的世巡赛很重要，有近10场比赛，想要在那些比赛中进入前列，然后成为东京奥运会的2名单打代表之一。不过事情却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从6月14日的日本公开赛开始，丹羽连续经历7场一轮游。6月份的日本，7月份的韩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8月份的保加利亚、捷克，9月份为了取得更多积分，丹羽放弃参加亚锦赛，自费前往单程需要坐飞机30多小时的巴拉圭参加挑战赛。赛前他也和媒体说过，此次的目标是夺冠。其实丹羽被问及目标时，很少会说是奔着冠军去的。而在19年下半年这个时间点，丹羽和水谷的奥运资格竞争愈发的激烈了。这次的结果后来大家也都知道了，丹羽在首轮负于世界排名为546名的张开。这几个月丹羽陷入低潮期，坦言曾几乎放弃争夺奥运单打资格，甚至有2周都没有碰球拍。6月到9月对他来说是无比黑暗的。他自己也深知，如果不能获得第2个奥运单打名额，有很大可能也不能入选团体名单。如果是张本、水谷、丹羽参加团体，张本肯定要打1单，这样只能水谷和丹羽配双打。虽然双tổ搭配中也有获得好成绩的，比如盖廷和希拉，他俩曾搭档获得奥运双打铜牌。不过从之前水谷丹羽搭配的经历来看，并不是很理想。他俩曾搭档在香港公开赛上一轮游，场面上并不好看，连差强人意都算不上。我个人觉得，如果水谷入选单打，团体上几尊的可能性还要大些。虽然魔球有时候会神经刀，但他打双打还是有2把刷子的，毕竟有多枚世乒赛双打类奖牌在手。但如果水谷没能入选单打的话，大概率还是他上团体。虽然这个时候说也是后话了，名单也已经确定了。如果非要问为什么，我会说水谷老师在日本乒坛的地位和他是日本现役有着最丰富大赛经验的人。里约半决赛团体中，日本对战德国，水谷独得2分，而且都是3比0。丹羽在团体中出场的3场单打都输了，所以和水谷相比，丹羽的处境是更加严峻的。现实过于沉重，丹羽有时候会陷入消极思考而无法自拔，他便频繁地前往电影院。他说道，平常在家的时候都会想着和乒乓球有关的事情，而在影院度过什么都不用想的时间里非常幸福。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丹羽有时默默承受，有时正面对抗，而他便在这2个状态中循环往复。渐渐的，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10月5日，丹羽在瑞典公开赛正赛第1轮4比2战胜队友神桥野，进入16强，突破一轮游。而后又在德国公开赛上4比1战胜队友森平健太，进入第2轮。11月份的奥地利公开赛上，丹羽接连战胜杜达和法尔克，久违地进入了8强。在后来的采访中，丹羽说道，战胜了世界排名在他之上的选手，在这之后慢慢找回了自信，状态获得好转。1周之后的 T2 新加坡站，丹羽本没有参赛资格，因为中国选手的退赛，丹羽得以有资格参加。
这次比赛，丹羽战胜了上周才输过的科尔戴拉诺，进入了8强。紧接着的世界杯单项赛事中，丹羽4-2战胜世乒赛铜牌得主李尚洙，再次进入8强。1个月之内接连3次进入8强，被日本媒体称赞到奇迹般的实现了起死回生。由于连续参赛造成的伤病，丹羽最终放弃参加最后一站公开赛加拿大挑战赛，而他因为积分不够，也无法参加后来的总决赛。但他表示，即使不能出场，奥运代表资格争夺的最后一场也已圆满收尾。接下来就是等水谷前辈的结果了，这可能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吧。而后来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最终他如愿以偿。在采访中，丹羽说了，东京不是终点，还有巴黎。未来的事难以预料，但我相信你一定会竭尽全力，而我也会为你加油。頑張って，扣给你。我是张南峰，我们下期再见。